作为一个老师，怎么去考核学生？讲一个知识点，人家啪都可以查到很多东西。做一个作业的时候，他交上那个文本，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核对到底怎么弄的。但是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其他人这个路怎么走，我们其实是管不了的。包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都是这样，我们能够度的人是很少的，是吧？清华大学金建斌教授在日本东北大学做学术交流会后，我们有幸和金老师一起聊一聊时代变化下的思考和取舍。在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应该怎样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呢？清华里边我们专门有个组叫制度建设组，今年一直在探讨的学生在科学研究和他的学位论文里边使用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就到底怎么样用。我们担心的是这个人的空心化啊，现在有个词叫脑腐 （brain rot），腐朽了。我们学习大学的意义不是为了真的是产出一个成果，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关键是训练了，它留痕了，我们的脑子、身心里面都有一些变化，沉淀下来，这个东西很重要，对吧？那你如果现在什么东西都外包给这个大模型或者是那个什么了，随着工具越来越多，我们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所谓写《人类简史》的那个人啊，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作家写的，所谓产生大量的无用阶层。所以这些东西它本质上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啊。我觉得以后可能的确会存在某种分化，就是有不少人真的是就像原来电视时代娱乐至死，他可能会丧失一些主体性和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被动的接收在这个过程里边啊，因为他眼睛用的多，脑子用的少。作为一个老师啊，我这每学期我也讲课，怎么去考核学生？讲一个知识点，人家啪都可以查到很多东西。做一个作业的时候，他交上那个文本，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核对到底怎么弄的。我们这个时代啊，当很多东西触手可及，信息、答案各方面啊意见触手可及的时候，怎么样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啊？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每个人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但是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其他人这个路怎么走，我们其实是管不了的。包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都是这样，我们能够度的人是很少的，是吧？以后会怎么变化，就我说的啊，我们只能是看啊，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社会真的会分成少数的有权利的精英和大量的无用的人。啊，这个社会足够的富足，能够养这些闲人，所以以后这个社会的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的，的确现在不好说啊。对。在金老师您提到当中，就是现在都是什么都快，信息快，快餐出得快，那人们怎么去平衡，让自己做减法呢？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里边，他都会面对很多的这种诱惑。对，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人又是就是所谓有耻感啊，又有道德的这种追求啊，比如说有些东西做捷径，该那个做的一些环节没有做到。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就是所谓现在有很多的什么这种造假的这种机会，包括人工智能带来的，对吧？明明不是自己的，但是你把它窃为己有，没有标出来。自治者明，自胜者强，是吧？老子说的，对，就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局限性。啊，一定要有这个比较清晰的这个认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有时候到了50岁以后吧，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减法。正常来说，你不断的那个赛道上一走，你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对吧？但是你的精力，你的很多能够去 handle 的这方面的这种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啊，甚至有时候会下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懂得战略性的放弃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很有可能就会有些方面你就顾不过来，就会出问题。对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不同的阶段，啊，我们对自己的这种期待和那个要求，其实也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还是人不能太贪。有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因为做的事情太多，然后有些情况就是哪一个都舍弃不掉。最后有可能反而是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你就是有可能会受到侵蚀。为什么说人这个很多时候懂得放弃，它是一种智慧？你有时候你的精力只允许你把那些最主要的、最紧急的那个东西处理，有些东西可能暂时一耽搁，也没有及时回，它可能一下就拖好几天。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生活里边，其实很多是每天都是要对很多事情要去道歉的，啊，因为我没有能够及时的这个回应，啊，很多事情做不过来，的确是这样。